哦，大家好，我是奥利。我是 Home。嗨，我们现在在杭州天目山，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山区，因为这边的物种多元性非常的丰富。没错，所以这里又被称为生物基因库。那刚好我们在这边有一位匠人朋友，所以呢，待会我们就要去找他，让他带我们探索一下这边有什么好玩的。对，我们现在在民宿简单吃个早餐，吃完后我们就出发吧。像年糕年糕不就是你喜欢的吗？可是它不是那种有嚼劲，它是那个味道很像。其实就是个面疙瘩，但是还没有吃过，呵呵。现在你到底如何可以煮出一个比较好包的水煮蛋呢？水煮蛋如果要好包的话，就是蛋不要太新鲜。哦，对，我有看过这个。或者是你把它放在水里面包。你你把这个蛋包的凹凹坑坑的，然后呢？撕裂脱水。是蛋嘛？日本人叫这个粉饮，其实就是本身这个是白段泥的材料，然后后面有加了一些五色土调的泥浆，然后在上面做了一个绘画，用不同的泥料在原本的坯上面去作画，而不是用釉水，所有的都是用天然的泥料。这个你在放的这一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氧化铝的垫片，这个呢，它是为了避免我们烧的时候器物和这个硼板，就是这个介质会粘到一起，我们为了让它不粘到一起。哦，那就比较好取下来。对，这种就是比较现代的科技的东西，耐高温，但是它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器物和垫片接触的这一个面积是没有办法过火的。对，就是你拿起来之后，器物表面会有落灰或者划痕，但这个下面是没有的，还是陶土的本色。然后我们如果要采取这种传统的方式，稻壳炭，因为它有空隙，然后火焰还是会从这个稻壳炭当中走过去，器物的底和硼板接触的地方，它也会有发色，会更自然。所以网上很多人讲说怎么样辨别真假柴烧，有的说用支钉3个点才是真柴烧，有的说是用怎么样的，其实不是的，这个有很多种方法，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式，只不过各有利弊而已。那秀明哥，我看到你的那个窑的排列的顺序，它为什么不是一整个直的上去的呢？它是有一些曲线的。这个呢是叫我们人为的去控制火焰的走向。其实火焰就像一个流水一样，如果这个河道当中有个很大的石头，水会绕过它。我们就是这样 S 型的，让这个火焰按照我们摆的这个趋势走，这样它可以均匀的从器物表面流过。如果全部是靠在中间或者靠在一边走的话，火焰会选择最快的捷径，然后出去。那就不会经过这些杯子。对，经过呢也会经过一些，但会很少。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人为的方式把它的火焰的走向控制一下，让它尽量流过更多的器物。对，在器物身上形成火痕，就最终我们1周以后烧完，然后开始封窑，封窑了之后再过1周，大概就是半个月的时间。这窑我们结束之后，你打开，
窑门，你会发现每个器物上面都有火焰流过的痕迹。好，吃饭去吧。吃饭还是很看对象的，和35自己就是赞 ，Cheers！ 真希望这个香气能够穿透荧幕。来，给你一口。老板还特地凌晨的时候去捕鱼给我们了，能够吃到健康又丰盛的一顿，真的很幸福呢。这三角测温机，它利用不同物质的熔点，对，这个到1200度的时候它会融化，这个到1330的时候它会融化。哦，所以这个是在窑内是很准的，比如说你通过其他的测温啊，它就没那么准。所以你上面下面各一个，就是你可以看上面的温度跟下面的温度。上下温度是有温差的，你比如说上面1330，下面其实差不多要1380，最少有50度的温差。哦，上面温度其实反而低。对，上面温度低。这是我做的香蕉托，就是这个弧度，就是你可以放一根香蕉，只能放一根。我也很想知道这玩意儿烧完以后会变成怎么样。OK， 我们再装最后2个就可以出去玩了，去游泳，去嗨了。耶！轰开着车载着我们一起出发了。沿途看到一些事多，就先买一些饮料零食。因为越往山里跑，越高的地方越不好买东西。好快就来到第一个玩水的地方啦，跟着我们走。天气这么热，真的忍不住要跳进水里呢。标准。我在这里找到了我的船，跟着轰的步伐，我们来到更大更好玩的地方啦。看到他这么帅的跳水，我也不甘示弱。可是为什么我看起来这么不帅啊？好矮！看来我还是好好坐着享受一下，让他来滑吧。而我就做一下瑜伽好了。这边补充热量，补充能量。啊！在瀑布下面吃冰淇淋。送你一个水果。哦，它怎么长得有点可怕？吃个野荔枝啊！野荔枝，对啊，它长得跟平常的超不一样的，就没有壳，直接吃，对不对？很甜，超甜。哦。你知道人间最感动的是什么吗？就是在一场激烈的劳动以后，有一桌丰盛的饭菜。我做了什么劳动呢？我很认真的游泳跟滑桨板，还有跳水。这个菜好香，好丰盛哦，真的香的。这个很好吃。南瓜片炒青椒，我是第一次吃到这种搭配。这种搭配好像是幼稚园小朋友的噩梦，他们可能不敢吃，但对于我们这种成年人来说，就是很美味的一个组合。一口接一口。一口接一口。哇，你看这个肉咚摇咚摇的，我要吃这个红烧肉跟笋。
汤上面的水就是特别的好吃。运动过后的饭总是特别的香呢，干杯！这次吃起来的肉有更软嫩，味道有更精致，因为原来是老板煮的。主厨登场，厉害的手艺。晚饭后，我们要来做点正事了。我们回到窑前，秀明哥一边和我们聊天，一边用器皿把窑慢慢的从下往上填满，把窑装好。说这个窑了，就中国5000年历史上也是第一个烧香蕉图的。点火仪式正式开始。早安，马卡巴卡。今天是第2天，我们刚刚吃了一个朴素又传统的早餐，然后现在要去窑上看一下状况，因为昨天晚上已经开始烧了嘛。没错，然后我们现在大包小包的，是因为我们今天要换猪书啦，到时候去到的时候就跟大家开箱吧。耶！我们在窑边喝着茶，发现天气实在是太好了，不得不往山里跑一趟。你好，欧丽。你好，你今天戴了一副很酷的太阳眼镜。我知道了，因为这个是我买的大安好有自信哦！你现在去哪？我现在去冒险。真正的在山里冒险。没错。就是你连目的地是哪都不知道。我的目的地就是一个漂亮的地方。你怎么天天游山玩水呢？那人不就是这样，靠近自己喜欢的地方。因为游山玩水是我们的正职。那你的副业是什么？苟延残喘。森林环境中的自然景象、声音和气味都能刺激大脑，促进多巴胺的释放，让我们逃离这个大压力的城市。走在森林里，可以降低我们的压力水平，带来放松、快乐的感觉。所以这几年来，森林疗愈特别的盛行，甚至有一些国家也会把它列入在医疗保健系统里面。好希望香港、台湾也有哦。你好 ，Olive。你好。我觉得旅程冒险就是这样，我们常常想着要去某个地方，结果呢，我们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总是出乎预料，但我们享受过程。我们最开始本来要去找什么？瀑布。那现在我们到了哪里？一个大坝 dam。嘿，我们来到午饭时间。千岛湖啤酒。度数不高，但是超级凉爽。干一个。来，一会干。来。啊，
看着也觉得凉爽了。刚吃完午饭，哦，好的，想买个桃吃吃。好的，我就是给你点好一点的啊。好的，你帮我挑4个好吗？哦，好的。它不是坏的，这个好吃，桃子应该这样吃才甜。要不要？这个对。我不配你那个啊。你好，你好，来 run tour 啊？你不是要 run tour？好，我们来到上课堂，上课堂是什么？就是这个饭店的名称。哦，我为你介绍，这里有个小植物，好的。很有禅意吧？来这边吧，我们先进洗手间，洗手间，你可以安心的去瀑布了。洗手间有一个很大的镜子。哦，洗手间跟洗澡是分开的，所以我可以安心的抽抽。没错，很畅通的手就没错。这里还有一个很好的全身镜，哎，有个阶梯。然后有个床，这个床呢，糟糕，我要跟你睡同一张床吗？没有，跟你睡同一张，我不睡这一间房间。你睡这一间，那你睡哪一间？我睡摇边，我是手摇了。那好啊，这都是我的。好，很好。请问这张床你给几分？软，我给4分，还没睡，现在暂时4分。哦，然后这里就是很大一个空间，可以在这边喝茶、冥想，做任何你喜欢做的事情，聊天，各种打麻将好像也可以。但还有香哎，可以熏香哎。檀香，肉香，他们都是天然香、健康香。好嘞，然后还有很多的书呀，各种，有佛学的，也有旅游的，也有环保的，对，跟这里的人文历史有关的。挺有意思的呢。对啊，在这里可以学习了。如果想要洗澡的话，这里就有个超大的可以泡澡的地方。哇，你泡澡的风景好好哦。风景好。在外面跑跑跳跳一整天以后，回到这个宁静舒适的空间，真的很放松，很平静。有时候遇到一些想不通的事情，我喜欢看看风景，看看书，好像都会从中获得一些灵感和指引。你们也会吗？后面有车，我拯救了你。谢谢你 ，You are my lifesaver。这个我们在吃云南米线的时候，它就是有一根这样子，然后你就刮它上面的那个胡椒下来，是一个很香的香料哦。我们刮的是树皮吧？好，没关系，反正我想吃牛肉米线。好，记得要加这个。好。先跟大家说一下，我现在正在顾窑，就我今天晚上会稍微照顾一下这个窑，我要添柴，然后尽量让温度维持，甚至慢慢往上升。还有3个小时的时间要顾，对。那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就来读一下书，讲讲故事。文化的。今天读的书是这本《风雅天目》，
这是一本关于天目山的一些有趣故事，或者是神话的记载。现在为你读的是《天仙真情求良缘》。相传古时候，天目山脚的凤凰村里住着一位……怎么听故事的人没睡，讲故事的人就先睡了？起来了，读书这招行不通，试试别个活动吧。穿上了围裙，拿了一个大被子，再拿了一个小被子，手指画笔坐下来了。大师要触手作画了。大胆的笔触和用色，甚至想要把颜料整个倒下去，这样看起来有点抽象，还不知道是什么。是时候加一点木材了，看火焰在窑里奔窜。手摇的人常说，手摇时气要静，点要明，手要快，太快火会闷，太慢温度不够，真不容易呢。在我还在琢磨我的小碟子时，空已经完成他的大作了，有点 Picasso 的画风。他还开始了第2件创作，边画着边唱，我是一只鱼。火焰飞舞之日，让我不禁幻想，窑内的器皿到底会产生怎么样的变化呢？除了天柴能够改变温度以外，窑壁上通气孔的开闭程度也能控制氧气供应，影响火流方向与温度哦。Hello， 嗨，今天是我们的第3天。对，我们刚刚在一个非常有意境的环境里面吃了一顿很普通的早饭，就是一个素食的餐厅，因为在寺院里面嘛。然后现在吃完早饭就来饭后散步咯。对，我们在这一片森林里面散步，听着这个流水潺潺的声音。有时候我会想，在山里，即便交通不方便，人们还是很乐意走路，是因为沿途的风景更美丽吗？可能是吧。我们走了一个早上，偶尔停下脚步，把喜欢的画面捕捉下来。人们常说，一个人可以走得快，2个人可以走得远，是因为一路上有对方支持、陪伴，见证着彼此的成长吗？好快我们就要下山了，回到城市后，我会想念这座山吧。谢谢你们看到这里，欢迎你们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告诉我们你们最喜欢的山吧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